2015年，马斯克是 OpenAI 的联合创办人之一。他承诺投入10亿美元，相信这家公司能够以人类最大利益为目标，安全开发人工智慧。2018年，他离开了。2023年，他创办了 xAI， 宣誓要做一个不同的 AI。2024年，他控告 Sam Altman 和 OpenAI 背离创办承诺，走向商业化。2026年5月，加州陪审团在不到2个小时内驳回了他的这场官司。这是一个关于背叛、赌注和迟到者困境的故事。马斯克在 AI 这场仗里是个后进者。ChatGPT 在2022年底引爆全世界，到马斯克的 xAI 在2023年中正式创立，市场已经被先行者占领了。但他选择用帝国里最暴力的方式追赶，砸算力。这支影片我们要理解3件事：第一，马斯克为什么要和他自己创立的公司为敌？第二，Colossus 这个超算中心怎么从122天盖出来，最后又整座卖给竞争对手？第三，迟到的后进者真的能靠硬体追上来吗？ OpenAI 的故事是矽谷最大的一次理念背叛叙事。2015年，马斯克、Sam Altman、Greg Brockman、Ilya Sutskever 等人共同创立 OpenAI， 挂的招牌是非营利机构，核心前提是AI 的发展不能被任何单一公司的商业利益控制。马斯克相信这个使命，他投入了时间和金钱。根据 OpenAI 公开的记录，他实际捐款大约4500万美元。但3年后，他决定离开，表面原因是利益冲突。Tesla 当时也在做 AI 研究，他不能同时管2家 AI 公司。但实际上，他后来不断说的是他看到 OpenAI 的方向已经在偏移。他认为 OpenAI 和微软的深度整合，已经让非盈利、以人类利益为优先的创办承诺变成了一个空壳。2023年 ，ChatGPT 改变了世界。马斯克在推文里大量批评 OpenAI， 说他们训练出了政治正确的 AI， 说他资助的东西最终变成了封闭、商业化的怪物。他的答案是自己做一个他认为正确的 AI， 一个不受政治正确约束、追求最大程度诚实的 AI。xAI 在这个背景下成立。2023年11月 ，xAI 发布了 Grok 1.0， 这是 xAI 的第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直接嵌入在 X 平台作为 Premium 付费用户的功能。Grok 的定位很清楚，比 ChatGPT 更幽默，更愿意回答敏感问题，更及时，因为它可以接入 X 上的即时数据流。但真正让业界跌破眼镜的，不是模型本身，而是算力的飙升速度。2024年，马斯克宣布在田纳西州 Memphis 建设 Colossus 超算中心，目标是10万张 H100 GPU， 建设时间122天。这个数字让很多人不相信。正常来说，要盖这么大型的数据中心，光是把电力、冷却、网络设备这几项弄齐就要1年以上。但 xAI 做到了，他直接买下一个废弃的工厂厂房，接了临时发电机，先把 GPU 跑起来，设备边建边补。这是马斯克在 Model 3量产地狱时在停车场搭帐篷的攻略版本，先求能跑，再求完美。从122天的10万张到2026年1月 ，Colossus One 累积部署的 GPU 大约是22万张，主要是 NVIDIA 的 H100。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Colossus One 的初代设计采用了混合架构的 GPU 混搭，事后证明这个架构无法有效训练 Grok 最新一代的大型模型。不同代次的 GPU 在海量并行训练时，互通性问题太严重。马斯克转而盖第二座超算 Colossus 2， 采用统一的 Blackwell 架构 GPU， 目标部署55万张，才解决了训练效率问题。然后是真正出乎意料的一步。2026年5月6日 ，xAI 把整座 Colossus One 的算力全部租给了 Anthropic， 总共超过22万张 GPU， 300兆瓦电力。Anthropic 每个月付给 xAI 12.5亿美元，一直付到2029年。马斯克花了上百亿美元盖的超算，最后变成竞争对手 Claude 的推理引擎。同一个月 ，xAI 的雇主 SpaceX 刚刚完成另一笔惊人的融资。2026年1月 ，xAI 拿到 NVIDIA 融投200亿美元的E-Waymo募资。整家公司的估值被推到2300亿美元。
XAI 在帝国里是享受资源最多的一个成员。第一条线 X 的数据 ，Grok 的核心差异化优势是即时的 X 巨巨流。整个平台上10亿以上的用户发布的推文、新闻、评论，是 Grok 训练语料和即时查询的根基。如果没有 X，Grok 就是一个普通的 AI 聊天机器人，没有任何差异化理由。X 是 Grok 的训练数据源，也是分发渠道。第二条线 Tesla 的算力。2023到2024年间 ，XAI 成立初期，部分 GPU 算力来自 Tesla 旗下的资料中心。马斯克自己也承认了这个安排，并在股东施压下，后来付给 Tesla 相应的报酬。第三条线 ，SpaceX 的工程文化 ，Colossus 在122天内盖成，这种速度是 SpaceX 快速迭代、先跑再说的直接移植。XAI 从 SpaceX 借了文化基因。母题收束 ，XAI 在帝国里的角色，从帝国拿了 X 的数据、Tesla 的算力、SpaceX 的工程文化，给回帝国的是让马斯克在 AI 这场仗里有筹码的资产，加上一个让 X 平台不只是社交网络的差异化故事。2026年5月18日，马斯克和 OpenAI 的官司以全败告终。旧金山的9人陪审团在不到2个小时内就一致裁定，马斯克超过了3年的法律时效限制，他的主张没有机会进入实质审理。这个结果不代表 OpenAI 在创办理念上是对的，但它确实让马斯克失去了一个可以冲撞对手的法律武器。同一时期 ，Grok 的数据并不好看。Grok 的月下载量从2026年1月的2000万到4月只剩830万，3个月内掉了将近60%。在付费转换率上， Grok 用户中只有大约 0.17 个百分比愿意付费。同一份调查里 ，ChatGPT 的付费转换率是 6%， 大约35倍的差距。这是后进者真实的困境。算力可以砸钱追，品牌认知是慢慢建立的。OpenAI 在全球的品牌认知，在 ChatGPT 爆发后的2年里，已经形成了一种 AI 等于 ChatGPT 的认知惯性。打破这个需要的不只是更好的模型，而是让用户有具体的换用理由。Grok 的即时 X 数据是一个差异点，但对大多数用户来说，这个差异点还不够大。2026年2月 ，SpaceX 宣布把 XAI 全部并入旗下，合并后估值1兆2500亿美元。SpaceX 本体1兆 ，XAI 2500亿，创下史上金额最大的并购。这是马斯克帝国最大的一次整合动作。火箭、卫星网络、人工智慧、社交媒体正是合在同一个法律架构底下。合并的逻辑很直接 ，Starlink 是 AI 的分发渠道，把模型一路送到地面边缘，延到媒网的角落。SpaceX 是 Colossus 的电力与工程底座 ，XAI 的模型回头服务 SpaceX 的工程流程。这个架构让整个帝国的数据、算力、分发渠道形成了一个对外面竞争者来说几乎无法复制的整合棋盘。问题是，这是真实的协同效应，还是马斯克在财务上把多家公司绑成一个故事，让估值更难拆解？这个问题，外部的市场分析师目前还没有共识。Tesla 是制造试验场 ，SpaceX 是护城河 ，Starlink 是现金流引擎 ，XAI 是一场赌注。马斯克押注的是一个不受政治正确约束的 AI， 加上帝国的数据和算力，能够在最终成为这场仗的主要玩家之一。这个赌注目前还没有输赢。下一集我们要去看帝国里最昂贵的一个决定，440亿美元买了一个喇叭。记得按赞追踪，我们下周见。